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惠子。在讲本期视频之前，我要先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区分幻兽与神兽。很多小伙伴们都从来没有将二者进行过区分的，总是以为幻兽就是神兽，但其实两者之间还是有些差距的。具体的分辨方式，那就是在游戏中幻之宝可梦无法直接获得，而必须在特定时间内通过配信才能得到。好了，现在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幻之宝可梦吧。本期视频也是分为2期来讲，因为有20多个呢。1. 梦幻。梦幻拥有所有宝可梦的基因，所有定点教学和技能机器它都能吸到，因此很多人认为它就是宝可梦的始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梦幻挽救了第1代宝可梦游戏红绿的销量。当时梦幻由森本设计，但是因为内存限制，梦幻并不属于150号宝可梦之内，而森本茂树出于对梦幻的喜爱，通过清理游戏错误所得的空间后，将其偷偷加入，并且必须通过程序错误取得。这些错误还不会出现在每一个卡带，具体信息可以自行查阅资料。总之，正因为梦幻的神秘性带动了游戏的销量，甚至可以说，如果没有梦幻，说不定宝可梦就不会火到今天这个程度。2. 雪拉比。雪拉比能够穿越时间，在剧场版中，小时候的大木博士被传送到了小智那个年代，小智和他一起拯救雪拉比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日月125集里，雪拉比把小智传去了库库伊博士小时候那个时代，小智和当时的库库伊博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并且小智得到了霸主朽木妖送的火鸡。除了穿越时空的能力，雪拉比还能给自身达到的地方带去生机。在幻影的霸主索罗亚克中，雪拉比的出现让王冠时的草木变得异常茂盛。此外，他还有能够复活死去同伴的能力。剧场版雪拉比穿越时空的相遇中，因为黑暗球的暴走，雪拉比变得异常虚弱，生命之湖也无法治愈他的伤势，雪拉比很快没了生命体征。就在大家伤心之时，其他时空的雪拉比出现了，他们将生命能量分给了这只雪拉比，原本已经凉了的雪拉比居然复活了。不过综合来说，雪拉比是弱点最多的宝可梦之一，并且在第7世代，它获得了一个很尴尬的官方翻译石拉比，就感觉有点不好听了呢。3. 基拉奇。基拉奇每1000年苏醒一次，他会在听到纯洁的歌声后，从千年的沉睡中醒来，但他只会苏醒7天的时间，之后便会继续陷入沉睡。他拥有可以实现任何愿望的能力，但从剧场版中可以知道，这种愿望并不能凭空产生，而是需要等价交换的。4. 菲欧娜。对于这只宝可梦究竟是否归于传说宝可梦一直有争议。菲欧娜是马纳菲生蛋的产物，但是它无法进化成马纳菲，而且种族值并非马纳菲的600，而是480，所以被戏称为沧海的贱民。它虽然种族低，但是却不允许进入对战设施。仅凭这一点可以看出 GF 还是把它当作幻兽来看待的，幻兽都不能进入对战设施，除非特殊规则。5. 马纳菲。马纳菲有着能够与任何生物交换心灵的能力，它和波克比类似，有将孵化后第一眼所见的人视为母亲的习性。于是这次小瑶喜当妈，并且马纳菲在剧场版中就是沧海的王子设定，就连海洋之主盖欧卡都要出来为他保驾护航，着实有排面。另外，马纳菲也是目前唯一能够生蛋的幻兽，和百变怪能产生后代。6. 谢咪。陆上加天空。谢咪能吸入被污染的空气，在自己体内完成净化，并将其分解成水和光，最后以使种子闪光的方式排出净化产物。其爆炸的威力取决于吸入的污染物的种类，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殊能力，被污染的土地也能在谢咪的净化下变成花田。白天的时候，当陆上形态的谢咪得到了葛拉西蒂亚花的力量后，就能变成天空形态。可能是因为变成天空形态，无论是攻击力还是机动性都有了很大的提升，所以2种形态的谢咪性格截然不同。陆上形态谢咪害羞胆小，天空形态谢咪则勇敢活泼。7. 比克提尼。
他的体内可以产生无尽的能量，并可以将这股能量通过触摸的方式传递给其他宝可梦。在剧场版中，比克提尼将力量传给了小智刚出生的滑头小子，这使得他能够有一击秒杀准神三头龙的恐怖实力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，传说称收服了比克提尼的训练家永远不会失败。另外，比克提尼和其他传说的宝可梦不同，其他传说宝可梦都是在地区图鉴的末尾，但比克提尼是唯一一个在地区图鉴中排位第一的传说的宝可梦。8. 美洛耶塔，歌声加5步。虽然看上去美洛耶塔是个小女孩样子的宝可梦，但是它和大多数幻兽一样是没有性别的。美洛耶塔可以用特殊的发声法唱出美妙的音律，这种音律能够自由自在地操纵听者的情感，使听者的情感随之变化。动画中板木靠着美洛耶塔的特殊歌曲激活了显形镜，让土地云龙、卷云和雷电云改变成灵兽形态，从而想要完成自己占领合众地区的野心。但是变换形态的三阴神会变得非常狂暴，失去了控制。在小智一行人的帮助下，获救的美洛耶塔重新唱出了动听的歌声，让三阴神恢复了原本的形态，合众危机就此解除。在美洛耶塔唱出古老之歌时，会变身成舞者的形态，并翩翩起舞，这时候它的属性也会随之改变。普通形态是超能加一般属性，而5步形态变成了格斗加一般属性。正常形态特攻和特耐较高，而5步形态强化了物攻和速度，特攻随之下降。9. 蒂安西 Mega 蒂安西。蒂安西在剧场版中被称作钻石国的公主，但是其实她和美洛耶塔一样，虽然看上去像雌性，实际没有性别。真正设定上来说，她只是小碎钻的突变体。蒂安西是目前唯一能 Mega 进化的第6世代宝可梦，也是幻之宝可梦中唯一一个。Mega 进化后的蒂安西双攻和速度大幅度提升，而双防有所下降。10. 玛基亚娜。玛基亚娜是一种人造宝可梦，在波尔凯涅剧场版中，它的设定是个傻白甜，它对所有宝可梦都很温柔，不喜欢战斗，也有一些女孩子气。当涉及体重问题，它会显得害羞，被莎莉娜打扮，它会很满意自己的新造型。虽然它本身不会去挑起战争，但是它体内的魂心却是非常强大的武器，因此剧场版中的反派贾维斯想要依靠魂心控制阿佐特王国，毫无疑问计划最后在小智一行人的干扰下失败。虽说动画中玛基亚娜显得人畜无害，但是游戏中的玛基亚娜是一个超级无情的冷血杀手，拥有非常恐怖的实力，是平衡队的绝对主力之一，本身拥有超过5种用法，非常灵活。好了，本期的幻之神奇宝贝就到这里，还有一期咱们下回再说。我是惠子，求关注求关注。胡帕惩戒形态的胡帕力量是被封印的，只有使用惩戒之壶才能解放。这一点设定可能取自于《1001夜》中渔夫的故事中的瓶中魔神。小胡帕因为是被封印的缘故，种族值低于解放胡帕。解放胡帕增加了双攻和速度，并且小胡帕是超能加幽灵属性，而大胡帕是幽灵加恶系。2. 马夏多。马夏多设定上是一只非常胆小的宝可梦，只喜欢躲在阴暗处。但是无论是游戏还是剧场版中，马夏多的表现和上述的幻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。上面的幻兽说是幻兽，但是动画中基本没有战斗力，好几个都被反派弄得奄奄一息。而马夏多在剧场版里不仅是凤王的守卫者，而且当彩虹之雨被污染了，他不管3021，直接重拳出击，要的就是一个果断，并且他有控制附近野生宝可梦的能力，直接把小智一行人逼入绝境。最后一套 C 招式七星夺魂腿加上宝可梦合力攻击，直接要了小智的命。要知道小智上一次是被超梦打死的，超梦可是设定上人造最强宝可梦，而游戏里更是强的离谱，管你多少段强化，一个暗影偷盗全部归我。3. 梅露坦美露美塔。美露美塔身体结构类似水银，它以各种金属为食，这点在动画中有体现。在阿罗拉地区出现的一群梅露坦一度让众人非常头疼，但是在露莎米奈的皮可西的训练下变得听话，小智也说服了其中一只，他似乎
很喜欢木木枭，并且在联盟上利用吞噬金属的特性去打败了奥扎博的速力拍，之后进化成了梅鲁梅塔，在与格拉吉欧的对战中被银弹战术打倒，但是在与博士的对阵中证明了自己，轻松秒杀了帝王拿波，而后被咆哮虎击败。目前正作中没有梅鲁梅塔的获得方式，因为它只有在 Pokemon Go 中传送到 Let's Go 版本才能获得，但是这两座都不属于官方正作。4. 盖欧奇西斯。盖欧奇西斯是宇宙病毒的 DNA 突变而成，它栖息在小行星内部来到地球，但是有时候小行星会被裂空座吃掉，所以它们的关系很差。盖欧奇西斯有4个形态，相关作品中都能自由变换，看上去很无解，但是游戏中并不能在战斗中自由变换，所以就不是那么强了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盖欧奇西斯是首支拥有专属战斗背景音乐的幻之宝可梦，也是首支不需要官方赠送活动而在游戏可以直接捕获的幻之宝可梦。5. 达克莱伊。达克莱伊的活动会让人做噩梦，但是这不是他的本意，这是一种防御行为。在剧场版中，达克莱伊作为一个幻兽去阻止时间神和空间神的对抗，差点被打死。这部剧场版绝对让达克莱伊圈了不少粉，而12联盟中训练师达克多所带的达克莱伊却让大家没什么好感，因为他的出现阻止了小智夺冠，直接一己之力打倒了小智的赫拉克罗斯、元露莎和煤炭龟，后来被蜥蜴王打败。游戏中达克莱伊曾经拥有最强的 AOE 技能黑洞，但是在第7代被削弱，导致达克莱伊一蹶不振。6. 凯路迪欧。剧场版中，凯路迪欧是个愣头青，没弄清自己实力就去和球雷姆挑战，之后被打败又想要逃跑。之后凯路迪欧在与小智一行人的相处后，才慢慢了解到了战斗的意义，于是凯路迪欧有了觉悟形态。觉悟形态的凯路迪欧种族值没有变化，但一个新技能觉悟之剑让他帅爆了。7. 盖诺赛克特。盖诺赛克特原本是古代宝可梦，但是被等离子团改造后变成了这副样子。在剧场版中出现了5个个体，他们不理解自己存在的意义，并且渴望有一个归宿。开始他们较为偏激，想要毁掉所有的宝可梦和人类，之后在超梦的无力压制下，冷静下来的盖诺赛克特重新开始去认识这个世界，最后与宝可梦山庄的原著宝可梦一起生活。盖诺赛克特有冰、火、水、电4种卡带，携带了卡带就能让专属技能高光科技炮改变属性。8. 波尔凯尼恩。其原型和蒸汽有关。开始波尔凯尼恩因为住处有许多被人抛弃的宝可梦，并且老是有人觊觎玛吉亚娜魂心的力量，因此对人类非常敌视。直到与小智一行人相处后，他才改变了对人类刻板的印象。剧场版中的波尔凯尼恩似乎对玛吉亚娜的花粉过敏，而且特别关心玛吉亚娜，多次出手相救，甚至不惜用光能让去炸掉反派的飞船。而游戏中波尔凯尼恩战斗力则离玛吉亚娜有些差距。9. 杰拉奥拉。杰拉奥拉在剧场版中非常重视宝可梦同伴，以至于自己能不惜生命在大火中拯救他们，所以他对于破坏环境的人类非常厌恶。日约100集中出现了另一个平行世界的杰拉奥拉，这个世界的阿罗拉地区已经被恶石大王破坏了。杰拉奥拉和曾经的究极巡护队队员迪亚联手，想要击退恶石大王，但是一直没有成功。小智的前来增加了击退恶石大王的可能性。这只杰拉奥拉的战斗力显然比较强，能和皮神打得有来有回。最后在两人合作以及突然出现的守护神卡普明明的帮助下，恶石大王终于被封印了。10. 阿尔宙斯。没想到吧，阿尔宙斯也是幻兽，因为他也是要配信才能获得的。阿尔宙斯是第一只官方活动赠送，既可能获得普通颜色，也有几率获得异色的幻之宝可梦。创世神不用多过解释，剧场版哪个地区出事了，他露个脸就解决了，非常的厉害。自身还曾经为拯救星球差点牺牲，可以说是真正的神。在 Mega 进化出现前，阿尔宙斯的种族是最高的，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了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所有的幻兽盘点啦，最后求个关注，谢谢。